美国主导的多国将聚集南海，接近100架五代机包围中国，中国开始摆擂台，南海画了个圈，来就炸。美盟友早就认清一点，敬请关注本节目。在前不久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舰母战斗群刚经过南海，随后德国也宣布出动一艘护卫舰前往南海。与此同时，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布消息称，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将前往太平洋，奔赴亚洲展开部署。卡尔文森航母将携带6艘驱逐舰和1艘巡洋舰，这是美国航母打击大队近几年来护航舰艇最多的一次。还和之前不同的是，该航母搭载了1个中队的 F-35C 战机和 CMV-22B 鱼鹰旋翼机，这是美国航母首次装载五代机在亚太地区部署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前不久美军还向关岛、提尼安岛地区部署了25架 F-22战机，而伊丽莎白女王号上携带了18架 F-35B 战机。美军延国海军陆战队航空站、美国号2栖攻击舰加起来共有2个中队的 F-35B， 再算上日韩的 F-35B，中国周边国家部署了五代机，数量接近100架。此外，印度海军也将派出4艘军舰前往南海，进行为期2个月的部署。期间，印度海军将与美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举行军事演习，四方安全对话这4个国家，再加上欧洲2国家，将有6个舰机部队齐聚南海。在南海局势升温之际，中国海军局5号发布航行警告，将在6号到10号进行军事训练。这次有几个亮点，首先划定的范围史上少有，其次这次多加了英文版本，这也证明了我们态度开始变了。以前我们比较被动，现在是我们开始摆擂台了。划定的这个禁航区，他们的军舰赶来就能炸。事实上，即使美国倾巢而出，中国周边寄居大量的隐身战机，但美军五代机近几年故障丑闻不断，而且腿短，再加上中国已经有反隐身雷达，美军五代机根本拿近海部队没办法。至于6国集结南海，看起来声势浩大，其实内心都很慌。事实上，美国有军事冒险的意图，但他更想让盟友冲在前面，但盟友早就认清了这一点。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在经过南海期间没敢做任何挑衅动作，事后连巴士海峡都不敢提，而德国军舰在出发前没有提及中国，为了抹掉反华色彩，还请求到中国港口访问。对于此行，德国政坛内也有很大争议。印度在出发前也强调不会和中国对抗，也不会靠近中国主权领海进行航行自由行动。美国惯用军事手段解决政治经济问题，所以他是不会放弃用军事压迫甚至军事打击的手段来遏制中国崛起。中国军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。抗疫、奥运、军事3大博弈，中国胜局早已定了。美盟友集体叛变，拜登欲把冷战变热战，是时候把祖国统一提上日程了。敬请关注本节目，了解详情。不管是特朗普还是拜登，中美之间这种冰冷状态已经持续了好几年。为了遏制打压中国的发展，美国没少干上不了台面的事情。尤其是去年新冠病毒在全球爆发后，美国便失去理智，拉着多国企图围堵中国。表面上美国气势汹汹，步步紧逼，但实际上随着事态的发展，该国不仅输了面子，还有损里子。就拿新冠疫情来说，美国造就新冠疫情死亡者的最大群体，至今没有解决危机的办法，甚至无法回应新冠溯源究竟是不是来自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。反观中国早摆脱了疫情，哪怕是近期南京禄口机场国际国内航班清洁人员的混搭，一度造成大陆多省市疫情扩散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中国仍是疫情阻击战的冠军获得者，而中国捐赠的数亿支疫苗更是成为了世界抗击疫情的中坚力量。除此之外，因疫情耽误至今的东京奥运会当前正在进行中，尽管日本和美国联手在背地里搞了一些小动作，但总的来说，中国仍稳居奖牌榜第一。美国自以为能用所谓的结盟力量成功打击中国，可结果呢？所谓邪不压正，现在的美国已经是孤注一掷了。抛开抗疫、奥运这2大博弈，中美在军事上的博弈胜负也早就定了。此前叫嚣来南海的英国航母根本没如美国所愿，用闯入中国领海来体现美英特殊关系。德国军舰虽说表面要来南海，但是却在来之前强调中德友好关系，
并喊话中方商量德军舰访华的事宜。至于日本政客多次扬言要武力介入台海，却被日本政府打脸指出，他们并不能代表日本政府的态度。或许很多人质疑，美军及其盟友确实增加了在我国周边的军事威胁，派出军舰向中国发出了强硬信号，但有哪一个是真正跟中国开战的呢？说白了，美国的盟友都是各怀鬼胎，表面上是支持美国，但背地里早就叛变。他们不傻，跟着美国搞事情，真打起来，遭殃的只会是自己。况且面对美国的花架子，解放军早就有所准备。近期解放军展开一系列军事演习，都是在训练实战能力，加上我国有近岸优势，美国想赢没门儿。因此美国其实已经陷入了死亡距离，只剩下3种选择了：冷战、热战、寻求合作。或许在面临多个难题时，拜登会着急，想着冷战变成热战，但也毫无胜算。解放军随时都在准备着，要热战，我军早就严阵以待，敢来就炸。所以相比前2者，寻求合作是最好的选择。但美国凭什么在坏事做绝后，又想好处占尽？对于国人而言，把祖国统一提上日程，才是我国最大的胜利。美国通货膨胀祸害全球，印韩叫苦连天，中俄同一天打出组合拳，逼得美军主动宣战。敬请关注本节目，了解详情。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，在扣除波动性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之后，在今年的6月份，美国整个核心个人消费支出指数同比增长了 3.5%， 该增长是近20年来最大增幅。在过去几个月里，美国食品和汽油等必需品价格大幅上涨，严重影响了普通美国人的日常生活。虽然美国联邦储备局一再强调，导致目前通胀上升的因素只是暂时的，通胀压力不会持续，但事情的发展与美联储所说的却完全相反，一些主要通胀指标持续攀升，已经近1年的时间了，而且从目前来看的话，持续的时间可能比美联储预期的更长。不过好在美国的收入也比较高，所以基层民众对此并没有多少感觉，但因为美元的特殊地位，所以美国通货膨胀祸害的可不是自身，而是全球。其中印韩的民众就可以用叫苦连天来形容。在今年的上个季度，印度的通胀水平已经超过了 6%，而韩国也是超过了韩国央行此前定下的 2% 的目标。虽然中国也受到此次通货膨胀的影响，但因为在后疫情时代中及时的恢复了秩序，使得今年来经济增长速度还是有条不紊的逐渐上升。而且中国不仅没有受到影响，甚至还同俄罗斯在同一天内打出组合拳，为美国通胀再添一把火。在8月1日，中方宣布对铬铁、高纯生铁等产品适当提高出口关税，并将取消23种钢铁产品的出口退税，而这也是中国今年第2次调整钢铁产品关税。与此同时，俄罗斯方面也宣布，自8月1日起，对包括铝合金材料、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材料在内的金属出口关税加征。这2条消息单拿出来倒是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联合起来拜登的万亿基建计划，就能明白中俄这2招有多狠。拜登打算通过大搞基建来拉动美国就业率，刺激内需，但中俄这边原材料价格一抬升，美国基建建设的成本就相对增高。这么一搞，估计美国不仅通胀要升高，就连拜登血压都得升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中俄之间的联手逼得美军主动宣战。从本月3日起，美军展开了跨越17个时区的军事演习，该演习是40年来美海军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。这一举动无疑不是在向中俄传递的信号，即美军随时可以征战全球。以台制华不断出招，美批准7.5亿美元对台军售，中方强硬表态，美国的好日子即将到头吗？敬请关注本节目，了解详情。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，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4日表示，美国国务院当前已经批准40门 M109A6 自走炮的销售，价格约7.5亿美元。对此，负责这一提议的军售人员认为，这将使台防务部门持续现代化，持续可靠的防御能力，同时还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以及安全利益，有助于提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，维护地区政治稳定、军事平衡和经济发展。需要知道的是，这是美国首次对外出售 M109A6 自走炮，也是拜登首度宣布对台军售。而且军售的主角与以往的武器相比也大有不同。M109A6 自走炮装备了自动射击系统，具有快速定向定位的能力，威力与台宣传的老式火炮相比，那现在一辆 M109A6 自走炮就能打出以往一个炮兵连的效果，使用榴弹时的最大射程为24公里，
如果使用精确制导的 M982神舰的话，射程还将大幅增加，可达40公里。仅从此次美国对台军售本身来看，与过去数十亿美元的规模相比，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，看似没有什么好报道的，但其背后的象征意义却很大。要知道，拜登在上任第1年就宣布对台军售，这一行为在历届美国总统中都非常的罕见。这就像是在挑衅中国的同时，还加重语气，告诉外界这次美国要来真的了。再联系上美国高级官员最近频繁访问东南亚多国，这不排除美国是在树立标杆，以军售将东南亚国家引向美国一边。其中就比方说，杜特尔特放弃终止菲美访问部队协议的承诺，但外界基本上都只看到了杜特尔特老辣的政治手段，却没看到美国防务长奥斯汀在访问菲律宾之前，美国国会还批准了菲律宾求购武器的决议。对此，中国外交部强硬表态称，中方将根据形势发展，坚决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。如果所言即所行的话，那美国的好日子恐怕没有多久就到头了。因为除了制裁外，我国目前实际上还没有实行法律上的政策。由于美国实施对台军售主要是根据美国大陆法实施的，所以在这一方面，我国的反分裂法必然会因此而增加条目。就比方说，在对台军售中，可以考虑增加国际制裁。那一旦法律条文完善，美国又还是什么理由借着军售之名来干预中国的内政问题呢？